他没有邀请函，那个木偶怎么可能带他来这里的？邀请函没有，变成碎片的人偶倒是有一个。两位认识？不认识，只不过小年纪，要注重餐桌礼仪。我是奎尼，我该如何称呼您呢？黑斯廷斯。我说，既然不能回去，我们把这几个木偶随便找个屋子关起来吧，在这里看着太吓人了。好啊，这东西好沉，这玩意儿里面都是铁的吗？这里好像是个仓库。这么大个房间，全都是……眼睛被划掉了，还被泼了什么液体？不过还是能看出来，这些木偶都是卡扎莱亚伯爵的模样。至于这位伯爵夫人，好像有点眼熟。真是吓死人了，黑斯廷斯先生，今晚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吓我一跳！怎么外面还有这么多个？算了，睡觉的时候关好门就行了。阿贝说今晚很困了，明天再聊。那就只能暂时留在这里。这个房间好大，是曾经的主卧之一吧？床角为什么会有断掉的铁链？房顶还有画像，是女主人吗？画得这么生动，仿佛置身于场景之中。我好像看过这个，她曾经是卢米埃斯，一个著名的专唱情歌的歌唱家，在事业顶峰的时候突然隐退了。你发什么疯？啊！我真的发疯！你还有力气跑到这里来？你以为留个字条就能溜之大吉了？所以你专程跑过来，就是要和我打架的。我知道你不怕这个，你那个满不在乎的态度。就算我把你杀了，住手！你眼睛都不会眨一下。你明白现在是什么时候吗？你唯一在乎的，就是那些该死的正义感和羞耻心了。就像我预期的那样，他们都来了。是啊，可是你的计划里包括那个大麻烦吗？就是他上次把你打得落荒而逃的吗？哼，那只是一时疏忽。说起来，你的走狗不也是被打得很惨吗？恶魔和人类混合的实验也不大成功啊。你当初在噬洞吞噬了那么多能力，那就让我来见识见识你那些操控人类的把戏。塔洛马迪，这次可是有趣的试探。把我人生搅得一团乱，还在这里指责我，那你又能好到哪儿去？这个世界上有公爵大人在乎的东西吗？切，整个圣亚里斯就没见过你这么倔的人。我不想又看到你在金史兰德那个半死不活的样子。这不是迟早的事吗？嘿，嘉文先生，我是博尔特子爵，我房间的浴缸坏了啊，能借你的吗？我已经睡了，抱歉。在这个鬼地方我没心情，等我们回去再慢慢算账。难道我还要谢？我们不是正在吵架吗？还有，我怎么从来都不知道你能挣脱这个？那是你的猫干的，你又不喂，它当然会乱吃东西。你把别人家窗户都砸坏了，又不是赔不起。他要是想要，我赔他个新的城堡都行。还不是你一上来就开始打架？难道我要谢谢你这次没扯坏衣服？你身上都是那个小鬼的花香味儿。你不也满身香水味吗？不想和你说话。黑廷斯先生，您睡了吗？他在敲你房间的门，快去开啊！收留我一晚吗？人家一个人真的好害怕。这地方很诡异，我怀疑这地方被恶魔下了什么咒语，又或者踏入及签订的契约之类的。我也感觉到了。然后你就直接进来了？那不然呢？我本来就是想追查汉德的事。当初那个区域本来就是有黑羽看守的，他们能绕过去，自然是很厉害。我还抱着他的灵魂还存在的一丝幻想，我梦到过他，又把花束放到门前。我希望那是真的。该死的，为什么要露出那副表情？这个屋子里的女主人，我好像在卢米埃斯见过她。她过去在洛洛花园剧院工作，你听过她唱歌吗？没有，那就类似于老年活动中心吧。你怎么会去听过？这不是重点。来的时候坐船的路上，那个木偶也唱了一首歌，他给你唱了吗？没有，
所以那个木偶对你唱什么了？一首情歌。这很正常。那个什么伯爵的妻子死了，他制造一个会唱歌的人偶来纪念他。天花板也有他的画像，这不是恨不得睡觉的时候也看着他们？话是这么说，他们那么恩爱，那幅画像里他看起来瘦骨嶙峋的，身体的朝外，那不是抗拒的表现吗？去哪儿？我想再去看看那个木偶，顺便在这个城堡看看，然后明早去找阿贝。怎么了？好像眼花了一下。我记得所有人都在同一层吧？也不像是木偶笨重的移动声，这边好像也有声音。下水口被什么堵住了？我来。头发，只有一个人的发量了吧？没人。怎么回事啊？谁敲的门？你们两个怎么会在一个房间？难怪会拒绝我的邀请呢。那个窗户明明锁上了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反复打开。我的天花板也响个不停，像轮子滚来滚去。我的浴缸一直在往出溢水，真是太吵了。阿贝的声音。没有啊，早就睡着了。没事，打扰你了。真麻烦，因为他是最后来的，还得带上他。那个划船的木偶大概在这边。真麻烦，果然还是应该把人带回去。在那边。真奇怪，按理说早就该被水冲走了。难道说？我试试。解禁，难怪飘不出去。看来有什么人想把我困在这里。这个结界可不是什么低级恶魔可以创造的。这下麻烦大了，把我骗过来，你可得对我负责。贾兰大人，我本来就没打算走，你才是大麻烦。扶着我。干什么？你的感知能力就这么随便乱用吗？木偶里面真的有灵魂的存在，我感受到窒息和重量，还有模糊的男人的影子。进了水音质都变差了，这东西做工方面没考虑防水吗？它好像冒烟了。这首歌的歌词，他唱歌时脸也一直朝着那个方向。最后一句是什么？假如真有人看到我和他躺在一起。还真是躺在一起。看穿着就是画像上那两位吧？不是说和情夫跑了吗？女主人胳膊上还缠着铁链。虽然雨水冲刷了不少味道，但是腐烂的味道太难以掩盖了。这里大概还有别的吧？你还真是狗鼻子。男的女的成对的摆放，看起来像是某种仪式。谁把他们埋在这里？我让他把人都埋在那里，为我献祭那些痛苦死去的灵魂。我都不用动一根手指，我们的目标很快就会发现这里的异常，那时候才是我们该出场的时候。恶毒到我都对你刮目相看了。那不是奎妮女士房间的窗户吗？喂，你就不能跑慢点？什么都没有，刚才明明看到有人往下跳。我要上去看看。等等，想想你来这儿是干什么的？都在眼前了，那也不能放任不管。你又……无所谓，反正毁的也不止一个门了。窗户这里什么痕迹都没有，奎妮女士人呢？被半空中的漩涡吞掉了。谁在这里搞出来的传送阵？跳下去不就能找到他了？船到哪儿都不知道，就随便往下跳。你难道是横冲直撞的兔子吗？这是我的职责，不然我来这里是度假的。我可没有你那高贵的身子。松手！你要是敢从这里跳下去，从今以后我就在路上倒立着走路，丢脸的可不止一个人。那有什么？反正你整天也都是拿鼻孔看人，还光着身子在房间走来走去，总比你这个说话声调没起伏的冰块脸强100倍吧。是阿贝的房间。怎么回事？救！今晚第2次了，我好不容易睡着。什么？那个小女孩死了？你们几个谁干的？子爵大人，您来了。我，黑羽的加兰诺伊斯。
现在情况紧急，需要你们几位的配合。开玩笑，就算是黑羽又怎么样？你知道我是什么身份吗？我才不会大半夜的被当成犯人一样审讯呢。哼，烦死了！快说快说，说完我还要睡觉。我和塔尔伯特法官、卡扎莱亚伯爵，我们3个曾经关系不错，经常一起喝酒。他对朋友的确是个大方的人。当初我们心血来潮，共同去花园剧院听歌，卡扎拉亚伯爵对歌唱家佐伊一见钟情了。我要得到他。他当时就去后台找他，我们听到后台的叫喊声，只当他是在欲拒还迎。后来他们果然结婚了，伯爵还给他买下一座岛。后来我去做客的时候见过他，他过得并不好，他把妻子的头发剪掉，还囚禁起来。天花板的那幅妻子的画像，是为了他们在床上的时候让妻子回忆起过去。我们才意识到他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。他根本不是外界传言的那样大度的绅士，我其实是他的情妇。他暴力易怒，我经常被打得全身是伤。他的女儿也严重营养不良，会偷偷问我讨食。我下定决心从这里逃跑的时候，被一个枯瘦的女人抓住了脚踝。当时我很害怕，没有理会就逃走了。自从他的情妇跑了，他就经常来我的马场散心，结果他在我的马场摔下了马，下半身瘫痪。尽管医生说是他自身的问题，可他还是恨上了我。法官偏向了我这边，所以我们都成了卡扎雷亚伯爵的仇人。因为在他手上的把柄太多，我收到信后还是被迫来看看情况。你是怎么来到这个房间的？说到这个，不！再次醒来的时候，看到一堆发着光的头发在缠绕着阿贝。该死的女人，杀了我！你永远也别想离开！贝朵发出了男人的声音，跟卡扎拉亚伯爵的很像。你们来了后，他就消失在了天花板一角。眼珠浑浊，后脑的伤也开始腐败长蛆，背后已经长出尸斑，怎么看都是已经死了很久的人。黄色的眼珠。今晚和我们说话的时候，他的眼睛明明是蓝色的，是卡扎莱亚伯爵借用了他女儿的身体和我们对话。真正的阿贝早就死了，所以那幅画像上面的眼睛都被划掉了，是不想被人发现眼睛变色吧？然后随着操纵者的离开，尸体开始迅速腐败。可是我们都没有察觉到异样，难道又是和恶魔签订协议的寄生体吗？那不就和那个已经埋地里死透的黄魔眼镜一样？你是说保尔森吧？如果奎尼说的是真的，卡扎莱亚伯爵为了健康的身体，不惜与恶魔签下契约，结果在今晚动手之前，被一个更厉害的恶灵吞了。有东西在外面。抓到了。等等，先别杀他，我感觉不到他的恶意。你的同情心非要用在一团头发上吗？他好像怕你，走开一点。我说副队长大人，你不会是夹带私人恩怨吧？你好像对自己的形象没有清晰的认知啊。又直接摸上去了。你是佐伊？啊，又是这样。没错，我是佐伊。请你告诉我一切的缘由。他对我所做的，我的尊严被践踏，身体被侵害，甚至我的骨肉也要遭受这一切。我们的求助无人理会，我早就是一具尸骸了。在河边划船唱歌的木偶是你吗？那是他的诅咒，让我活在城堡的边界，永远不能离开，直到你破坏了它。谢谢。我这么说，也是你杀死了附在阿贝身上的伯爵佐伊。我在他动手之前结束了这一切，我的痛苦也随之结束了。现在的我只有2个未了的心愿。就这么答应帮他了？他想我们把他的尸骨和伯爵分开，带回他的家乡。二是去城堡的暗道，破坏伯爵与恶魔的仪式，让所有惨死的亡灵得到安息。仪式也许和这里的结界有关系，倒也不算白跑一趟。不过你这么好心，什么时候满足我的愿望？小心，是之前的那种漩涡，怎么到处都是？这么暗的地方几乎看不到。你扔下的那个瓶子也让我在意，我没在那个屋子里看到它。我也没看到，这说明它会传到不同的地方。这里很危险，我们还是要尽早离开这里。就是这里吗？的确是用于和恶魔交换的符文，
不过现在还是原貌，仪式需要血液启动。那我来。用不着，这里还有某人导致的现成的血。这都是被献祭的人的名字。隐藏的秘密就是这些，破坏掉这里，结界也许会一起消失。轻而易举。结束了，我们走吧。嘉兰，又来一次。我等你好久了，加兰诺伊斯。每次闻的时候，阿斯莫德的味道都他是冲着我来的。难道是那家伙认错了人？让我确认一下，你身上带这种东西，一个两个的，都是这副德行。用的人类身体，这里比不上市洞。那些木偶可以派上用场，也会变成一个由我操纵的傀儡。是洞，傀儡，你是塔洛马迪。劝你关心下眼前的事，你的能力可以感受枉死的灵魂的痛苦。恰好这些木偶每个都存放着一个亡灵。不管了，劝你别这么做，说不定不但找不到人，还会让自己迷路。我们又见面了。又？哦，真是无情，是怎么对我的？不记得了吗？少废话，快把我的人还回来！哼，别生气啊。寂寞的话，我怎么样？论相貌美味，可不比那个不解风情的人差吧？丑死了，真让人倒胃口。我？你眼瞎了吗？真是不会怜惜人，幸亏有这些影子挡着。不过，我在他们身上稍稍施加了一些小诅咒，猜猜这些影子受到的伤害会转移到谁身上？嘉兰，我会一直拿影子拦着你，还要向我出手吗？差点就要按不住了。别这么快晕呐！